季娘子，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叨扰了。等一下，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业了？季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季娘子这是准备给我割连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季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季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傅，
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厮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，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于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，就是在调查蜀红丝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金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，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，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，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系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系得轻一点啊。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郎君，这定是有奸人，见您缔结良缘，心生妒忌，您不必在意，小人这就拿去扔了。不必了。薄情寡性，估计日后全益州的人都会这么看我。我不在乎。祖父有权，他可以让全府上下都按照他的规矩活着。牛五娘有权，她可以随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杨三郎也有权，他可以肆意的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。待我有了权，我定会全力守护好我想要守护的人。那厮不能往宫里献。现如今你把这假的都送到了长安，就必须得承认它是真的。牛五娘就是想用这贾蜀红，将你捆成一根绳上的蚂蚱呀！不送，他怎么会放过我们？青城山腹地有一处名叫三潭的地方，你可听过？听说过。找人去那附近找找，尤其是在路过
有蓝色野花的地方。你之前去过哪里？青城山。这就对了。你看，这种蓝色都在矿物染料中提取，很少在草本中出现。我所见过的只有一种野花有这种颜色，它长在三潭边。好，去吧。长安那边，杨三郎，你这是在赌命啊！你怕我死啊？啊？那到时候让人给你换一个既听话又稳妥的同盟，那岂不是更好啊？牛瑾不是回城，他怕是比牛五娘更不好对付。欢迎牛将军回场。张刺史客气了。牛将军护佑剑南道百姓，劳苦功高，辛苦辛苦。1年不见，牛将军还是威风依旧啊！牛将军，一路舟车劳顿，下官为您备了接风宴，不知可否赏光啊？你是新任警官？下官杨静兰，见过牛将军。杨家大郎几届锦王盛名在外，不成想三郎也这样一鸣惊人啊！竟然做了益州城的警官。牛将军妙赞了，我呢也是第1次为官，还请将军多多提点。牛副都督此人虽非善类，但到底这益州城是节度使的益州城。张刺史是节帅在益州城的一双眼睛，有张刺史在，他牛副都督怎么着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手。满城相迎，他连马都没下。刘瑾手握兵权，战功累累，是节帅手下第1员猛将，他自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但是，他只是个副都督，就算他再狂妄，终归还是有几分忌惮的。人家都说于掌柜不通人情，我看并非如此。人情是要给有人性的人做，没有人性，哼，我理他做什么？多谢于掌柜夸赞。您今日约我在此，可是那些衣服做好了？啊，那衣服就在对门的铺子里。晚些时候，请季娘子衣冠。季娘子这些好主意，跟谁合作，对方都会欣然接受的。为何找我于家呢？飞花会刚刚成立，有名气而无底蕴，和大景户同盟自然是最好的。于掌柜为人正直，人心宽厚，自是殷殷首选。季娘子若是一位男子，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千秋万载，城市的女子亦不少。有八卿，有卓文君，还有武皇，哦，还有女娲。人是女娲造的，说明本就是女子造了这世间。
阿翁眼浅了。阿爷，请用茶。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擅自决定自己的婚事！这没你的事儿，还不下去？是。阿爷，女儿并非钟情于赵修远，而是为了您考虑。您志在锦业，与其让我嫁给一个远戚，不如将我许配给一个未来的锦王。未来的锦王，他赵家不过是个商户，怎么跟节度使的远亲相比？阿爷是节度使的亲信，受命驻军在益州城外。再攀远戚，与我们并无异。益州界这5年都是杨家夺的锦王，我们只能在山中造节。若女儿嫁给赵家，让赵家代替杨家，成为新的锦王，接手宫中订单，岂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偷天换日？这话你同赵家讲了？待女儿嫁入赵家，成为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这个道理，我想他们会明白。这个道理，恐怕连你自己也没想明白吧？女儿并非只顾念自己的亲事，我已握住杨金兰的把柄，要杀要查要留，皆由阿爷做主。我听说杨静兰查到锦房了，调杨金兰上钩的地方是假的，我们真正的锦房还在原来那处，戒备森严，还请阿爷放心。一连死了3个警官，朝廷之前不查，是因为自顾不暇。如今太子缓和了2派之争，朝廷断不会像之前那样对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蜀锦价值连城，朝廷绝不会放任。等这批织造完成之后，立刻把那锦房处理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至于那个警官，暂且先不要动他。女儿明白。小婿，拜见丈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五娘遣人告知将军回来了，让我前来拜见。他要不说，你就不来了是吗？小婿身份低微，怕独自前来会冒犯了丈人。你叫他来做什么？有一重务，我想请您一官。再召2郎君来，也是让他看看我的嫁妆。蜀红寺。方才郎君在我阿耶面前不卑不亢，进退得宜。看来郎君是想通了。我只是尽一个丈夫和女婿应有的礼数罢了。郎君适应得这样快，倒是令我有一丝后怕。既然成婚已是事实，即便我心中不悦，我也会以一个丈夫的责任待你。至于你，我不奢望你能孝敬公婆、和睦妯娌，但希望你能略懂一个儿媳起码的礼节。
诸位街坊乡亲们，少林爷老曾言：“小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”，道出了我们蜀锦的风流灿烂。前不久，我们飞花会借青莲居士、女教书等名士才女的诗词，挥发灵感，与余家锦合作，做成10种华服。今日与大家共赏。哎，蜀红，蜀红不是早就没了吗？没有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季家以蜀红丝闻名，家父去世后，蜀红丝也随之绝迹。但蜀红一词，它的原意是指蜀地染出的红色。小女不才，不能重现我阿耶的蜀红丝，但是我能为大家现看更多的蜀红。此衣名唤山花蔓，是用朱颜驼、绯色、水红3色混合而织就。这以青莲居士诗歌自成一段风流。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自玉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此衣名唤九霞，留银红做主色，丁香和橘红为配色，乃是取自女教书的诗词。酒席分为9色霞，武陵仙玉五云车。春风因过东君社，偷样人间染百花。诸位，接下来为大家奉上《虞美人》。只是那头上的花和脸上的胭脂，老天爷！这是赵家的迎亲队，莫要挡道，速速让开。哎呦，你们赵家真了不起！这么说，整条街道都是你们家开的喽？就是，先来后到这个道理懂不懂啊？你们不懂，3岁的小孩都懂。就是，你们要是再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哟，千万别客气！来，怎么不客气啊？你想怎么不客气啊？不客气，给来呀！来呀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告诉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快让！不让开！说了我们不让！那谁不行？让！今日是赵二郎君的大婚之日，我们让一让，又有何妨？海澎湃着沉默，浪随你颠簸。让路可以，但是这份热闹不能让。我给你们舞一段。爱千百
还有太多，并肩起落，万千烟波，又何惧最后萧索？年年常常，只为一瞬的天荒，远远成双，剩我孤影又何妨？念念不忘，交织比爱更长，一生回望。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王，就允我向季家提亲。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。你专为我而来，就是不一样。扶摇直上9万人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知我者，赵二郎君是也。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，不要吧！你是我下落，情早无力争。也许我们的情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，但是我放弃你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黄旗接待，代代相传。撒土豆，第3上。一打龙王富贵，去满堂。3打3元4打龙凤呈祥，5撒五子拜相。张四师， 6撒六合同春，7撒您怎么也来了？夫妻偕老。牛将军在此，谁敢不来呀？你看看，这半个益州城的权贵不都到了吗10撒十全大吉。心腹马鞍平秤过，称心如意，世代平安。望庆斩拜，夫妇一体，携岁永离。束带结凝妆，牵绳入洞房。好了，这里不用你了，下去吧。贤婿留一下。给刘将军报喜。诸位，今日除了小女大婚之喜外，还有一桩喜事要与诸位分享。哎，诸位坐吧。贤婿，趁着今日大家都在，把你的心血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。是。简直不可思议！这上头如此神秘，我没看错。蜀红一出，千红枯，6宫粉黛无颜色。可惜，自季归南获罪身死，蜀红也自此绝迹。多年来，
我赵家儿孙们立志重现蜀红的风采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吾孙赵修元也是赵家的未来家主，终于研制出了这能让千红枯竭的蜀红。这赵二郎不是织锦的吗？怎么还学会染丝了？难道他跟那个金英英他们俩这？各位也都是锦业的老人了，也都见识过当年蜀红之绝伦。今日就请大家瞧瞧，晚辈所染的是不是真正的蜀红？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哪像？这些年，人人都说染出来了，可结果呀，都不是。传记士兄妹速来赏赐！哎，赶紧，把今天赚的钱数数，我们跟于家46分成。行，46分成。哎呦，今天可真没少赚。不好了，赵修元染出了蜀红丝。杨警官，今日请你来，就是要你当众断一断，这蜀红丝是真是假？牛将军，这蜀红丝真假肉眼难断，但下官记得，当年蜀红丝过碱水而不褪色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上碱水。请各位勘察。恭贺赵二郎重现蜀红丝。牛将军，赵二郎君既染出了蜀红丝，又是未来家主，可喜可贺，前途无量啊！杨警官，这蜀红丝，诸位，可还有人有异议啊？我有异议。季娘子来的正好，看看与你阿耶的蜀红丝有何区别呀？牛锦是的，即便你再机敏，也无疑是匹夫寒暑。三思啊！这丝颜色不对，真正的蜀红丝经碱水，颜色分毫不褪，可这丝却暗淡了。诸位可以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若是以前的红有10分，那如今便只有7分。大家可都看出区别来了吧？
贤婿，你辛苦染出的蜀红丝，现在季娘子在当众质疑你，你不说句话，众所周知，蜀红丝是季伯父所独创，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染。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仅有风姿，人亦当有风骨。今日我便不信，在场只有我季莺莺一人能看出这丝褪色，在座的诸位都是以景为生之人，辨色能力远超常人。今日是非黑白，均在诸位一身。我恳求诸位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看看是否真的丝毫不差。诸位，此事关乎蜀锦技艺，倘若这千秋蜀锦仅凭一家之言，怕是也走不到今天。还请诸位三思，恳请诸位直言呐！刘将军，晚辈眼拙，着实瞧不清这褪没褪色。不过我曾亲自摸过季家染制的蜀红丝，这手感确实是不一样。师傅，杨家二郎，你这手感同季娘子那眼力一样，俱属一家之言。想清楚再回答。哎，季娘子，嘿，你就是想当众问个明白是吧？好，本将军帮你问。杨夫人，这可是蜀红丝啊！民妇只懂生意，不懂织锦，所以也看不出这丝有什么区别。孙掌柜，你说是蜀红丝吗？自然，自然。王掌柜说，千真万确，这确实就是蜀红丝。大家觉得呢？
确是蜀红丝。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。英英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权势。金娘子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是，你又何必自欺？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。落英缤纷过，跌进尘埃，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。浣花溪畔的粉末，牵引飞花之间落。岁月若飞梭，一生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阡陌。换尽迷途与扑朔，为心历经红一抹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你我，支撑最人生锁，去证明那翱翔绯色是我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透锁万千年，呈现曾经落位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眠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颜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透锁万千年，呈现曾经落位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眠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